有小伙伴觉得有点不舒服吗？有没有从世界之巅到迷失方向？而且想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这样？没关系，不是一个人这样，这并不反常，即使是最优秀的人也会这样。这支影片就来说几个小技巧，可以帮助大家重新做回自己。一、走出原来的自己。当然，当我们说回到正轨时，并不是指倒退，或者并不出做什么改变，这可真没什么用。事实上，做自己才是让一个人陷入眼下困境的原因。所以，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也许正是当前所需要的。虽然听起来很奇怪，很可怕，也许之前已经这样做过了。想想年轻时的自己，从错误中学到的一切，就像知道香草精的味道，真的不像闻起来的那样。要学会适应和改变自己的观点，就像嗅觉和味觉并不总是一致一样。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以局外人的角度看自己，我想从中得到什么？我想从自己身上得到什么？这可能需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但这是值得的，可以释放隐藏在自己内心的潜在潜力，突破自己能达到的界限。二、善待自己。谦虚是件好事，但不要太过头了，把内心独白变成一场持续的玫瑰盛宴，对谁都没什么帮助。所有的自责和羞愧都只会扮演绊脚石的角色。解决掉一个错误，会停止在内心责骂自己，糟透了，停止不允许自己进一步认识自己，相信自己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做得更好。自我同情对我们的幸福有广泛的积极影响，比如与他人的相互沟通、乐观和智慧等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相信自己值得拥有这些东西时，才能接触并学到这些东西。三、不再遗憾，过去的就真的过去了。这听起来是陈词滥调，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不真实的，除非有自己的神秘博士，否则谁都不能改变过去，但可以选择如何做出回应，可以继续反复思考，如果会怎么样？这只会让一个人一直夜不能寐，让现在的自己被焦虑和痛苦填满，或者可以承认它，理解它产生的原因，以及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然后调整、学习和适应，进而让那次遗憾的事件成为一种学习工具，而不是一种惩罚。与其让过去毁掉自己的现在和未来，不如让它成为点缀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四、相信自己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西奥多·罗斯福说得很对，攀比是偷走快乐的贼。随着社交媒体兴起，社会比较几乎难以避免，别人的 Instagram、抖音、脸书帖都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每次看着屏幕都会想，为什么自己没做他们做的事，或者为什么自己的生活更好等等。这是想让自己的生活重回正轨，而不是别人的。想努力抓住别人的蛛丝马迹，意味着使用不完整的工具，那不是自己的。可以尝试新事物时，但最终杰作还将是自己的。既然是自己的，相信自己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五、意识到自己不属于任何人。与前面一点相似，我们都必须过自己的生活。是的，了解社会规范并支持朋友固然是很好的，但如果发现自己为了避免像木偶一样被别人负面评价而付出了额外的努力，自己的需求可以忽略不计，而别人却在指挥自己的一举一动，这就超出了社交礼节的范畴。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别人，也许像别人一样善意，只有自己拥有自己完整的故事，也只有自己才能做对自己有益的事。六、永远不要低估自己前进的力量。有没有小伙伴曾经怀疑过自己在向前迈出一步的力量？一切都太过分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总是可以回顾自己的生活，尽管经历了艰难困苦，但类似的问题也出现过，所以现在可以这样做，最终困难会过去。当回顾这段日子时，会因为度过了它而感到感激和强大。七、放弃多虑和担忧。过度思考是指健康的理解和知识压倒了一切，甚至是更广阔的情景和逻辑。回到正轨，做决定并朝着目标努力是很重要的，但当一个人想太多的时候，也会停止做两件事。过度思考会导致焦虑的恶性循环，偷走一个人平静的内心，这基本上就成了仓鼠轮。我讨厌我的生活，
所以停止，继续前行。想下车，这样做意味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和尝试新事物。可以问问自己，我的担忧对现状能有什么帮助吗？这可能并不容易，但这从来不是什么好事。慢慢来嘛，我的小伙伴，试着留出一小段时间，比如说每隔一天抽出30分钟去探索新的消遣，或者尝试现有的事情，至少那整整30分钟不会担心，这就是好的地方。回到自己身上是一个过程，就像任何其他重大项目一样，会觉得自己有时在进步，有时又在倒退。记住，要自我同情，庆祝自己取得的进步。可能会发现，出现的那个自己甚至比以前更好，所有的生活经历都要感谢他。你对这些观点有共鸣吗？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讨论。感谢收看，下支影片不见不散。